中国所谓的教训目标已经达到，因为他们已经摧毁了整个北部边境，完成了摧毁越南国家的目的。1979年3月5日，中国胜利撤军的消息传来之后，越南李隼当局如此报道。1979年对越反击战战后，越南媒体报道称，中国军队攻陷亮山后，组织20个爆破队，对军政设施、工矿企业、交通通信等实施全面破坏，共计炸毁目标2920个，致使城镇沦为废墟，交通陷入瘫痪。多年后，越南从战后视角针对1979年边境战争进行了解读。中国的目标就是摧毁越南国家，杀害我们的同胞和士兵。他们已经在整个北部边境实现了这一目标。学校、医院、桥梁、指挥部、村庄、城镇以及经济和军事项目几乎全部被摧毁，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被屠杀。最残酷的是，400多名越南人在同登要塞被中国士兵杀害。那么，越南说法是否属实呢？据中国官方资料记载，1979年3月5日，新华社正式声明，中国自卫还击惩戒目的已达成，军队将全部撤回国内。在撤军过程中，解放军以工程兵为主力，协同步兵组成爆破队，对越南北部军事设施、政府机构、交通通信及工矿企业实施大规模爆破。法新社记者战后从高平发回报道，这座距中国边境30公里的越北重镇，房屋近乎全毁，亮山、老街等地亦呈现同样的荒芜景象。中方并未否认破坏行动，但此举绝非如越南所言是灭国企图。首先，从还击战开始，北京方面就表明自己立场，对越南的这次作战是以惩罚为目的。其次，在高平战役中，解放军缴获的战利品揭示了事件根源，不仅有美制装备，更有大量标有中国制造的军需物资，从粮食包装袋到武器装备，这些曾用于支援越南抗美斗争的物资，如今却调转枪口对准中国。中国在抗美援越期间，为越南提供军事、经济援助，派遣工程、防空等部队协助作战，累计援助物资超200亿美元。面对越南在边境的挑衅，摧毁自身援建设施，本质上是对背信弃义行为的反制。其二，军事设施的摧毁具有战略防御意义。战争逻辑中，胜利方摧毁敌方军事设施是常规操作，此举既削弱越南边境防御能力，保障中国撤军安全，也从战略层面消除其未来军事威胁。通过系统性破坏军事基地、通信枢纽与交通网络，中国有效限制了越南军事力量的调动与补给能力，为边境地区构建起长期安全屏障。其三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，越北地区作为越南军事、经济核心地带，其重建难度极大。这不仅意味着越南需投入大量资源修复基础设施，更需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。回顾历史，中国曾无偿帮助越南建设通信、交通、军事设施，派遣技术人员与工人参与工程。当越南将这些成果用于敌对行径时，中国收回并摧毁援建设施，实则是对自身权益的合理维护。